上一次讲官渡之战战略分析，很多人敲完别的剧本，这次来讲汉中争夺战。我讲的战略分析不是在打电脑，也不是新手菜兵会做的事情。我假设全员都是老手，全员都是高手，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打？要记住这个前提，因为哪怕只要一个新手，甚至是2个新手，那局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可能光基本的战斗就有明显的失误，那也不用谈什么大战略，往破绽的地方打下去就对了。OK， 那假设全员都是高手的汉中争夺战战略分析开始，先从小国公孙宫开始。放弃吧。下一个孟获。好了，认真讲，公孙宫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存活了，存亡完全看曹操的脸色。最直接的活路就是直接跟曹操称臣，拜托老大，我还想继续活下去，让我继续玩，你让我当打手，去哪里游都行。那如果曹操铁了心要揍你，你大概也只能跟孙权求救。但这场有一个问题是，要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如果你能撑过前期，至少到中期，或许孙权还有机会，还有闲情来救你。但如果你太前期的话，孙权有他自己更重要的事情要忙，我等一下会再一并讲。那孟获的话，弹性就稍微大一点，毕竟孟获呢，云南真的是有一点难搞啊。光是曹操前期要不要花精力去灭公孙宫，我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，因为可能浪费黄金时期，你把资源往北调，你整个中原就空虚了。那你用现有的资源去灭公孙宫，可能又会打得很难看，毕竟公孙宫也是玩家，玩家也不是白痴，他会先卡路，你除非你学会了南所行军。好，那孟获就不一样了，孟获的云南地形更为复杂，也更远，比起襄平更难灭他。那魏国遇到问题，蜀国也会遇到，究竟要不要花费人力调度资源到南方，到南中？你一旦做这件事情的话，可能就会错过黄金时期。所以通常老手高几率，不管是魏国之于襄平，还是蜀国之于云南，高几率就是放置 play， 我在这边放给你玩，所以可能前期至少还可以活着。公孙宫跟孟获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当做山贼，把自己当做异族，你防守不落我就来闹一闹，你回防了我就回去，时进时退，专门在扰乱后方会是比较可行的选项。孟获的活路又比公孙宫更少，公孙宫或许至少还可以跟东吴求救，我派一支部队，也许我知道还是很难，但也许你还是可以到东吴家做客。但孟获你要怎么去呢？太难，你不管怎么跑都在蜀国境内，你想要当打手条件会相对高，但也不是不行。假设孟获真的要当打手的话，你可以跟刘备借一个城，但是爬山爬远一点，派一个长期的运输队，跟刘备借个永安或是借个0050之类的，到前线当个打手，至少有得玩。不然你在南中的话，就是当山贼，大概是这两条路啊。前面都是开胃菜，接下来魏蜀才是重点主菜。我先讲结论，这3个国家魏蜀会很被动，真正的主导权在吴国手上，但吴国却是兵力武将最少的，也是最难玩的，这就是 tricky 的地方。这集分析给大家听，我们先从蜀国开始。蜀汉或是叫季汉，不管你想叫什么，在游戏内它就是有强将，关张强空晕，诸葛亮又有强空晕，这3国之中陆战最强的就是蜀汉，但仅止于此。武将强归强，但战争不是打个人秀。我们现在已经假设对方也是老手，根本就不会怕你这些晕计，该控好的，该布阵的，该走位的，肯定不会让自己趋于劣势，绝对不可能派出什么1对1跟张飞单挑的，想太多一定是被晕到烂。但要先制晕计的方法太多了，比方说我就布阵在窄口之前，你张飞再怎么晕，你这边只能站1支，你只能晕1队，我这边可以站3支、5支甚至更多，你要晕就给你晕，输出我绝对不会输，你晕要就给你晕。尤其是遇到诸葛亮这种晕计，软控晕计没有输出，我只要出了部队比你多，或是我专门出1支给你晕，剩下还是照样可以输出。有的是太多方法可以抵抗晕计，因为我们都假设全部都是高手嘛。那这时候要比的是你国家整体的战略大方向。蜀汉能做什么？拥有梓潼，北上打汉中吗？不要想太多，在游戏内魏国内部没有问题，汉中也不会掉。如果蜀汉能从梓潼打掉汉中，那表示魏国绝对是菜兵，全高手场不用想。那汉中不可能，那是不是只剩下荆州？荆州这时候就要抉择，你究竟是要跟魏国打架，还是跟吴国打架，还是你想说你要跟魏吴一起打架？那你绝对不是高手，正常人不会干这种事情，绝对被打烂。所以魏吴你需要先挑一国合作，先假设你跟吴国合作，那你可能负责的战区就是从江陵北上打襄阳。那当然梓潼也是给汉中压力，但也真的就只是给压力而已啊。但是这个压力还是要给哦，你不能完全不给。当你跟吴国合作的时候，你只出荆州一路，对魏国来说太轻松了，所以应该是荆州主力北上，益州负责牵制，至少要让一些武将停在这边，一些兵力留在汉中，至少让汉中的兵不能肆无忌惮的往荆州送。那吴国可能就负责收春，或是走海上从魏国的东方开始入侵。那如果是跟魏国合作的话，那蜀汉这边就要负责荆南战区，也不用想着走水路直接长江灌下去，不太可能，一定被吴国水军打烂。然后魏国从新野攻江夏，寿春攻庐江，大概这3路一起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吴国高几率会把荆南撤掉，因为荆南跟蜀国打船陆战不太可能打得赢，而且还要同时面对魏国。更坏一点的情况，可能连庐江都要撤。那江夏这个水上城塞本来就得撤，但就算撤了，吴国可能也不会让魏国好好的战，魏国可能只能做到把吴军赶出江夏，但不能实质控制江夏。江夏大概也不会有产出，因为
魏国也很难在这边发展，开发地肯定都被打烂。然后那蜀汉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就是三国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同盟，一切都是见机行事，或者说同盟没有永远的，随时都可能会切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蜀国的荆州非常危险，或是说荆州不管是谁控，风险都非常高。那蜀国是尤其最高的那国。来，大家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蜀国，三方都没有任何同盟，一切见机行事，你会怎么做？给大家5秒，4、3、2、1。蜀汉能打的方向不外乎就2个，第一个是攻襄阳，第二个是攻荆南。如果你想说北伐打汉中的话，就表示你刚没有在听，回去重看。应该也不会考虑下水，这个是下策，你绝对被吴国水军打烂。刘关张在水上几乎是没什么用。你说关羽有水 A， 东吴不要说水 A， 光水 S 就淹死你，还关羽。蜀汉水上唯一能打的就是诸葛亮，就是透过内讧暴击或是软空晕这2种输出方式，但也就只有诸葛亮。东吴的水军绝对是用海过来的，高手会出水军，绝对是来一波大的，不会在那边一支一支给你下水饺。所以诸葛亮跟关羽绝对撑不住，千万不要想下水，想太多。好，那回到刚刚讲的那2条路，一个攻襄阳，一个攻荆南。攻襄阳基本上也不太可能，魏国只要守好边境，你就真的爬另外一条路，爬山，守山下等你就好了，全部都会是无效进攻。真正有效的进攻会是打荆南，也不是从武陵出，就是从零陵出，而且零陵可以直接跨进去。贵阳是吴国的边境的痛，从这边打就是开放性的森林战场，刘关张诸葛亮都能有所发挥，把武将兵力兵装集中在零陵，从这边出发，把贵阳长沙收下来。这是蜀汉最基础的操作，大概可能也是唯一可以发展的机会了，其他没什么机会。想要打到后续的柴桑，就算联手魏国，可能几率也是偏低，更别说蜀汉自己从长沙爬山打柴桑，绝对是会被挡在杜所。一样，就像前面说的，你有晕机也没差，我只要守着杜所，怎么打守方还是有优势，没有明显失误的情况下，这边绝对过不去，所以大概就只能打到长沙为止。没有重大局势变化的话，蜀汉大概就发展到这边了，后续就会停滞。好，但是来了，吴国这边绝对也不是吃素的。蜀汉这套从荆南出发的，打一般人可能还够，打高手的话可能会被吴国反噬。那我们切换成吴国视角，今天我知道蜀汉陆战比我强，我也知道蜀汉打襄阳绝对是吃瘪，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从零陵出发，透过陆战的优势把贵阳跟长沙收下来。那如果要出这招，他是不是要把重兵跟强将全部集中在荆南？那吴国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贯穿长江，切江津，切公安，直捣乌县。切断长沙还有2种时机点，第一种开局就直接先切，让他连攻击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要先切长江，蜀汉就没办法集结兵力在荆南，贵阳自然就保住了。你也可以另外一种想法，让蜀汉全部集兵到荆南，就给他集，慢慢集，强将也都在荆南。当踩进贵阳森林之后，孔明、刘关张走在贵阳的半路上，这时候切长江，江陵、蜀地高几率会有地方空虚，最理想是直接略过江陵，直接强攻乌县。也就是说啊，蜀汉方当然也可以派弩 S 大将在这边防守，可是赵云啊还不会被晕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个登陆点，还有江津、乌陵、汉津，当蜀汉武将重兵都在荆南最深处的地方，这4个点一起压，高几率至少有一个地方被打穿。吴国这边贵阳根本不用交战，等到强将大军压过来的时候，再慢慢撤掉就好。长沙这边可以盖很多建筑物，满满的箭楼，只要有长沙，吴国都还可以再重新反推整个荆南。好，就算长沙也没了也没关系，把资源全部集中在荆州、江陵跟永安，远比荆南还重要。而且魏国也不是吃素的，随时都可能出手干预。所以我刚说吴国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登陆江陵，一个是略过江陵直插永安。就算登陆江陵，也绝对要防着魏国的入侵。所以我不建议从乌陵上大军，因为一旦魏国出来干预，乌陵登陆的大军如果想要重新发挥作用，必须折返，绕回乌陵，再下水，再绕看是要去哪里，这个时间都会被拖掉，错过黄金时机。所以真正该登陆的点应该是汉津跟江津。汉津登陆的话，直接堵住襄阳口，让魏国没办法来干预。江津登陆的话，正好可以一口气直接吃掉江陵。魏国如果来干预的话，从江津也比较好撤，可以直接往永安插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如果蜀汉也是高手的话，他当然也知道吴国会这样打，那要如何应对？大致有2种应对方式。荆南剩下的2城该吃还是把它吃下来，城没有在嫌多的，那也许你江陵需要撤掉，直接把蜀汉拆成2个势力，荆南一块跟益州一块。因为如果你想要控制江陵的话，你同时要面对吴国的入侵，也有可能魏国来干预。以现在这个势力划分来讲，魏蜀吴3国拿江陵压力都非常大，尤其是蜀国特别大，吴国其实还相对小，后续我等一下会说。然后蜀汉第2种应对方式就是把荆南撤掉，直守江陵。如果蜀汉专心直守江陵的话，是可以同时以一国之力抵御魏吴2国同时进攻，或是说侵略的可能性。因为你们现在都没有同盟嘛，都没有同盟的情况下，3国混战，你必须假设你有可能会同时一国面对2国的攻击，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也许会想说，那我有没有机会？如果我都防守的话，我守江陵岸上用弩兵射，有赵云、李严之类的，那陆军我这边零陵也只守窄口，这样有没有机会？我只能很遗憾的跟你说，若是对上高手的吴国，没
什么机会，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吴国可以切长江，只要这个长江一切下去，荆南就是孤岛，没有益州的书写，以荆南2成的生产力，一定会被吴国水陆包围。这时候就已经不是打什么陆战优势了，因为你光兵力优势都没了，你是处于兵力劣势。那长期来看的话，荆南绝对会变成东吴的囊中物，绿衫军这边很难同时守住江陵跟整个荆南，必须有舍有得。如果都不舍，那可能就全失。但蜀汉拿江陵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江陵对于蜀汉是突出一个点，在没有任何同盟的前提下，你就是长期会被魏国跟吴国持续的骚扰，你需要花大量的人力才能守住。而且江陵这个点就是三国的中心，以现况这个地图来讲，魏蜀吴不管是谁拿江陵，都会是突出的一个点，很难长期据守，在没有其他城池前提下。但如果有其他城池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也是回扣到我刚刚说的，这场吴国有主动权。除了刚刚说的吴国可以切长江断荆南，让它变成孤岛之外，还可以再切汉水。切汉水，襄阳跟新野就会是吴国的。魏国这边也可以使用岸上坚守战术，我沉掉，但我也不让你登陆，所以新野最后应该会是范围是魏国控制的，但魏国在新野没有任何生产力，它会变成一个废城。假设魏国要持续守的话，补给线会相对远，但比起让吴国拿到新野，这个成本可能还是必须要付出去，不然吴国拿到新野对魏国来说更麻烦。然后新野都保不住了，那襄阳绝对是会掉，所以魏国高几率会直接把襄阳撤掉。只要吴国的水军开到汉水，魏国的襄阳自动就会撤。然后呢，现在发现什么了？吴国先切了长江，断了荆南；吴国再切汉水，断了魏国干扰荆州的威胁，襄阳到手了。这个时候，吴国就可以对江陵动手了。一旦吴国切这2条水路，蜀汉再拿江陵就会非常的吃力。硬守江陵当然可以，如果完全只守不攻出去的话，守江陵可能还是有机会。但到这边，蜀国也完全被吴国吃死了，毫无发展机会。荆南生产力不足，最后慢慢会被东吴人海淹掉。江陵会被东吴3面接近3.5面甚至4面包围，只靠永安一个书写，江陵就变成一个末梢。蜀汉整体补给线很长，吴国光是就地取材，襄阳、江夏、柴桑临街的城就可以持续给江陵压力，更别说后方还有持续支援。长期来看，终究江陵还是会掉，所以只要这套战略打出来，最终整个荆州都会是吴国的。那吴国要入蜀吗？刚刚说打永安，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假设是蜀国压大量武将跟重兵在荆南最深处，这个时候益州才会是空虚的，可以强压试试看。但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，强攻永安显然是不智的行为，这就跟梓潼打汉中一样，非常的愚蠢。所以吴国要做什么？大多数玩家会停在这边，但其实吴国控完荆州之后，可以变海贼，开始袭击下邳、北海、平原，加上整条黄河，甚至可以直接入主襄平。所以假设这时候公孙贡还活着的话，最好赶快跟吴国称臣，因为当吴国收完荆州之后，下一个要动手的城池绝对是北海跟襄平。从整个魏国的东北边开始入侵，来个南北夹击。吴国可以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把魏国打得天翻地覆，因为只要有水的地方，魏国通通玩不赢吴国。除了进攻襄平，吴国还可以攻昌阳，昌阳非常难守，水上可以3面包围，再加上北海城会被拔掉。假如要硬守这个点，魏国的补给线会拉非常长，魏国防守这边会非常痛苦。那如果魏国放弃这边的话，那你可能连下邳都开始危险了。因为纯陆战的话，魏国跟吴国大概是打平而已。而且魏国虽然看似武将总量最多，但魏国也城池最多，幅员广大，每个城池分配的武将数其实反而比蜀吴还少，所以纯陆战交战未必讨得到便宜，可能还打输吴国。这要看情况，看当时的调度。那我们先粗略的把它当作是吴国跟魏国打平就好。那就算是打平，当吴国有北海的时候，那下邳也危险了，因为下邳跟北海是五五波，再来包含北平、南皮、平原，甚至是叶和濮阳，只要会玩的吴国会在这边进行全面性的经济制裁，魏国的根基会从后方内部开始整个烂掉。就算守好了边境像是寿春、新野、商雍、汉中，但它黄河的沿岸生产力将会大幅下滑。所以讲了这么多，你会发现这场其实魏国非常的被动，魏国几乎不太能做什么事情。虽然是坐拥最大国，但实际上他能做的也就只能防守而已。因为荆州一定玩不赢吴国，后续又会被吴国开始骚扰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从一开始就强攻庐江，但偏偏庐江也不是好攻的地方，那高几率会是战争缓冲区。所以魏国要用的只能是用纵深来吸收吴国。比方说，当吴国的水军主力都在黄河，那或许那时候汉水防守比较薄弱，你可以试着攻攻看，也许可以取得一些战果。但这些战果通常都是暂时性的。如果你派大军在这边打，吴国只要随便撤掉，又直接一个
做空，你会扑了个空。那假设你要在这边集兵，是不是黄河这边就直接被登陆了？哇，那种问题就更大，反而因小失大。当然，这一切可能都要看实际战况而定。但就先假设双方都没有明显失误的话，长期而言，魏国会被吴国玩烂，而且你可能不能有任何的交战失误，因为只要有一场败仗，吴国的补父双补父在等着你。可能打着打着，原本武将最少的吴国，最后变成武将最多。吴国同时还有扬州、荆州生产力，再加上沿海城市，从魏国变成吴国的，这样此消彼长，魏国会陷入十分被动的情境。那魏国真的都没有任何机会了吗？我只能说很遗憾，还可能真的没有。这场打下去，假设全部都是高手的话，大概有3种可能。第一种就像之前玩后期将会北伐，魏蜀吴三国都是后期的时期，三方都互相不能解决，最后打和局收场。第二种是魏国直接被吴国玩崩，最后吴国太强大，魏吴只好联手一起来抗吴。第三种情况是，就算魏吴一起抗吴之后，还是打不赢吴国，因为就算两国加起来，水军还是玩不赢吴国。但这时候问题来了，有没有可能魏蜀一起 K 吴？我预期吴国后期会很强大，所以魏蜀一起先压制吴国，这也是一种可能情况。但第一点，这两国加起来的水军在水上还是打不赢吴国，就算后续真的用兵力优势硬是把它海掉，又会产生第二个问题：配合魏国一起把吴国吃掉，对蜀真的好吗？因为当没有吴国之后，蜀国是100%不可能单干赢魏国的，除非蜀汉能自己全包红色，那可能还有点机会。假设分食吴国的过程中，魏蜀是各拿一半，那这样吃完吴国，最后绝对是蜀国遭殃，所以蜀国肯定也不会这样干，要么打到一半就收手，让吴国保有最后一口气，至少还可以在水上骚扰魏国，要么最后又和局了。好，那如果吴国又保有一身生气，你也要保证他不会跟魏国合作，因为一旦跟魏国合作，吴国一起来的话，刚刚那整套吴国战术又可以重新再打一次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各位发现什么了？这是一个无尽的轮回啊！坐拥最强武将、各种神级特技、满满运技的蜀国，发展却是最局限的，几乎没有任何机会。坐拥兵力和领土最大的魏国，却完全陷入被动。开场武将最少，却是可以 hold 住全场的吴国，主动权全部都在吴国手上。以上是全员高手的汉中争夺战场的战略分析。如果大家想听哪个剧本的战略分析，可以在底下留言敲碗。就这样了，拜。